期中考试之后，一班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毕业旅行。对于和学生一起旅行这件事，沙老师也非常期待。下周开始就是为期3天的京都旅行，就算是旅行，暗杀也不能落下，因为沙老师会全程陪同游玩。国家还派遣了优秀的狙击手在暗处埋伏，学生们需要6人一组，以小组单位决定游玩和暗杀路线。朝廷的小组有志宇和山野3个男生，毛野、奥田和神奇3个女生。神奇非常文静漂亮，所有的同学都很喜欢她。沙老师兴致满满的给所有同学派发了一本堪比字典的旅行指南，不仅有各个景点的插图和详细介绍，甚至还有旅行防身术。当然，就算是毕业旅行，差异还是存在的。优秀生坐头等车厢，他们只能坐普通车厢。比奇老师非常妖娆的打扮了一番，被无间勒令换掉。大家兴高采烈的在车厢里讨论着行程，突然发现沙老师居然没上车。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沙老师贴在列车车窗上。他因为买甜点没赶上车，只好这么跟来了。不过不用担心，他开了保护色，没人看得见他。不过一件衣服和一个包在外面飘，更怪了好吗？下一站，沙老师总算上了车，累得气喘吁吁。神奇和小姐妹们去买饮料，却不小心撞上了其他学校的学生。他的日程表被几个混混顺走，连人都被盯上了。到达京都之后，优秀生住高级酒店，一般住普通旅馆。沙老师因为晕车漏气了。虽然毕业之旅变成了暗杀之旅，但大家还是非常兴奋。这座城市在历史上有不少大人物都遭到了暗杀，可谓是暗杀的最好地点。神奇带着众人走进一条僻静的巷子，这里是他选好的暗杀地点，却没想到刚走进去，他们就被一群混混围住了。混混老大偷看了神奇日程表，摸清了他们的行踪，特地来堵人。至于可不是吃素的，上去2拳干趴2人，笑死，也不看看他们是因为什么休学的。只可惜队友太菜，对方人又太多，还是高中生。男生们相继被打趴之后，毛野和神奇被绑走，奥田机灵躲了起来，才得以幸免。这帮人是惯犯，就算是报警也没用，倒不如直接找上门去。毛野和神奇被绑到了一处废仓库里，混混老大觉得神奇眼熟，翻出照片一看，这个乖乖女，这不正是去年夏天游戏厅的小太妹吗？毛野大开眼界，女神神奇居然也有这样的叛逆期。神奇的父亲对她非常严厉，只看重高学历好成绩，她活得很压抑，只想脱下名校的外套，所以在没人认识的地方狠狠放纵了一把，结果就是成绩一落千丈，被流放到一班。这群混混倒是非常开心，他们热衷于糟蹋社会上的精英，让对方变得和自己一样堕落。他们打算给神奇和毛野拍些纪念照，好以后继续威胁。结果大门一开，摄影师鼻青脸肿的被赤羽拎在手上。至于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快找上门，没错，沙老师的旅行指南写了关于同学被绑架之后的详细对策，对犯人毫无头绪，先从对话内容的方言判断对方是否是本地人。如果对方不是本地人，还穿着校服，那他们也是毕业旅行的学生。不占据地理优势的人，就算逃跑也跑不远。一般会就近选择一个掩人耳目的地方躲藏。沙老师以20马赫的速度游历了一遍京都之后，标注出了所有绑架犯会隐藏的地点。这本旅行指南实在太棒了，果然就应该随身携带。混混们一脸懵逼，哪有这样的指南啊？不过区初中生，混混老大还是信心满满的。他这次叫来的兄弟可都是真正的不良少年。话音刚落，门外的不良被一只触手拎了进来。沙老师趁机会已经将其他地方全搜查了一遍，没有人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。所有混混已经全被打趴了。混混老大很不服气，认为名校的教师看不起他们这种3流高中，把他们当成白痴耍。说着掏出刀子，带人直冲沙老师。下场当然不用说，沙老师也不高兴，他的学生确实是名校的，不过却是被人歧视的差生。但即使如此，他们在各个方面都积极进取着，比你们这群人渣不知道好上多少倍。无关学校名誉，无关清帝或浊流，只要一直往前，就能成为美丽的鱼儿。沙老师的一番话点醒了神奇，随后混混们被指南砸头，晕了个彻底。虽然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但神奇却一脸清爽，不再迷茫。毕业旅行还没结束，暗杀行动也在继续。为了暗杀成功，无间特地找到了职业杀手中的远端狙击手赤红之眼。时间回到旅行开始的第1天，沙老师跟着一队乘坐矿车游历宝金山大桥，矿车会在桥上停留一段时间。在沙老师探头向窗外看的瞬间，躲在林中的狙击手一枪射出，在中东沙尘暴中，他都能将2公里以外的目标轻松射杀。这种程度的狙击简直毫无难度。狙击手自信一看，好家伙，高速旋转的子弹居然被沙老师用薄薄的8条柄接住了，这得是多快的手速！矿车驶离大桥，一队暗杀计划失败，杀手也明白了这100亿不是那么好挣的。中午，沙老师和2队来到东映映画村观看时代剧。在沙老师专心看剧的时候，杀手在远处高楼上狙击，刚一走神，沙老师突然不见了。找了半天，对方居然混入了时代剧演员里，高速移动下他根本无法瞄准。这怪物果然不按套路出牌，2队暗杀行动失败。下午，沙老师跟着3队去买特产，杀手埋伏在5重塔最高层，趁着沙老师和学生讨论特产时，一枪爆头。这次他发誓绝对瞄准了太阳穴。打完一看，打是打中的，就是子弹居然被对方贴的吸油纸挡住了。沙老师本人屁事儿没有。随后，沙老师接到
朝天他们的求助电话赶去帮忙。乌坚也告诉杀手暂时停止行动，正好他也打算放弃了。对方简直就是完全不会被暗杀的生物，短短半天时间，他身为狙击手的自尊已经被粉碎的彻底。他从事暗杀行动8年，没有一个暗杀对象不是血溅他瞄准镜的，所以他又名赤红之眼。讽刺的是，今天他根本就没见过红。暗自伤神的杀手先生收到了来自沙老师的礼物，杀手差点吓尿，暗杀对象找他报仇了。沙老师双眼发红，然后请杀手吃了汤锅。其实沙老师早就发现他了，而且这次也不是来杀他的，而是为了感谢他。多亏了这次暗杀行动，为了找出暗杀他的地点，学生们下了很多功夫研究京都。他们在暗杀的过程中，充分了解到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。通过暗杀学习到的东西，让学生们的人生更加精彩，也托学生们的福，沙老师玩得很开心。杀手只觉得沙老师实在太疯狂了，但是不可置疑，他是个非常称职的老师。杀手被一番开导之后，心胸豁然开朗，他向乌坚辞去了杀手的工作。作为一名暗杀者，他还不够成熟，他想看到除红色外的更多颜色。绑架事件结束之后，解开心结的神奇在民宿里给大家展示了自己高超的游戏技巧。他之前太过在意别人的目光，一直被他人左右，才没什么自信。沙老师一语点醒梦中人，神奇和唯一知道他秘密的毛野关系也越来越好。学生们玩得开心，乌坚可是非常头疼。全世界那么多杀手，在听到暗杀任务后都拒绝了，唯一接受的人还半路撂挑子不干。不过乌坚也不愿意再给学生增加负担，京都暗杀计划就此失败。但是学生们多了一项爱好，偷窥沙老师洗澡，他们实在想知道沙老师衣服下面的构造，于是3男2女强闯大澡堂。结果沙老师在浴缸里洗泡泡浴，站起来之后，洗澡水就像果冻一样粘在他身上。沙老师一溜烟跑没影了。想看老师的裸体，想得美。男生们聚在一起，自然免不了讨论喜欢的女生。在全班女生排行榜里，神奇毫不意外的排到第1，而赤羽喜欢的女生居然是奥田。当然，原因是她很会制毒。男生之间的小秘密自然是不能让女生知道的。但没想到一回头，沙老师居然趴在门口偷听。而此时的女生寝室内同样在讨论关于喜欢的男生，还拉着比奇问他关于大人的事。结果没错，沙老师混进来了。还好女生们够八卦，反问起沙老师的恋爱史，沙老师拔腿就跑，又正好在拐角撞上追杀的男生们。于是，一场八卦大会再一次变成了暗杀混战。沙老师躲进了乌坚房间，那群学生差点逼得他把自己的情史说出来了。乌坚反问他，是他手脚还有2只时候的事吗？沙老师的脸色沉了下来，即使是出来玩，打听他手脚的事也不怎么地道。毕业旅行让他们看到了大家的不同面，虽然开心，但是大家迟早会散的。所以朝天还想多了解一下大家，让自己的生活不留遗憾。就这样，3年1班热热闹闹的休学之旅落下了帷幕。休学暗杀行动失败，乌坚这倒霉孩子就遭了殃。各国领导人对于暗杀老师的行动迫在眉睫，于是经过日本防卫部同意后，他们将2个特殊的暗杀者送到1班。他们都通过科学获得了超越人类智慧的力量，其中一个已经进入1班了。